论空战这一块，奈克斯特喊第二，应该没有人敢说第一。22年过去了，特色中依然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作为诺亚退化后的形态，奈克斯特的这个青年形态究竟是如何从幼年形态进化而来？在艰难打退德万后，奈克斯特也能量耗尽，变回了真木。真木醒来之后，依然不敢相信自己能够变身，而真木能够变身和德万激战，竟是水源沙罗的既定计划。因为他的未婚夫有动贵文，在被蓝色发光体附身后产生了变异，在还留有一丝理智时，就曾说：而这个红色光球正是附身真木的奈克斯特，这也致敬了初代刚登场时的桥段。初代也是化作红球，追击着蓝色球体的百慕拉来到地球，从此开启了至今60年的奥特曼辉煌历史。水源沙罗原本将真木视为德万后的第二个怪物，但看到真木不仅保留着人类的本心，而且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一命，也更加断定奈克斯特有别于钟情杀戮的德万，甚至可以称为人类的伙伴，并想让真木协助军方一起消灭德万。事实也正如沙罗所言，市区的地下隧道内不断有人下落不明，显然正是德万躲藏在内。可就在真木同意协助军方并准备出发之际，真木脑海中预感到了自己的儿子季梦突然病倒了。因为季梦患有先天的不治之症，所以这次病倒很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十分担心的真木为了迫切见到儿子，直接抢下了停靠在前方的军用吉普车，立即开离了现场。还不知情的军官立刻下令朝其射击，并对其进行追捕射杀。没办法的沙罗只能单独行动去寻找真木，并在行驶途中联系了真木的好友昌岛，从中了解真木的儿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而在城市之中，军方已经在隧道周围布置了武装人员和作战武器，随时准备与德万的交战。来到医院之后，真木在好友昌岛的帮助下，说服了沙罗前去探望儿子，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在和德万的战斗中活下来。这一面就当是和妻子儿子的最后一面。万幸的是，季梦只是因为疲劳过度而晕倒，并没有危及到生命，这让真木夫妻俩终于松了一口气。刚刚醒来的季梦看到了床前的爸爸，也十分懂事地说道：僕は大丈夫だからお仕事行って。つむ。いいんだよ、仕事なんて。ダメだよ、パパ。飛行機に乗るのが子供の頃からの夢だったんでしょ？望着季梦化的战斗机，真木也下定了决心，一定会完成眼前的任务，并和儿子约定在任务结束后一起驾着飞机翱翔天空。就这样，在与妻子道别之后，真木跟随着沙罗前往了新宿市区，但万万没想到，当两人来到地下隧道探查之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此人正是沙罗的未婚夫有动贵文，并且表现出了一脸无辜的样子。看到未婚夫如此的沙罗，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枪，因为他知道德万有着极强的智谋，此前正是自己的一念之人没有扣动手中的扳机，才使德万逃脱，而这一次他不再心软，即使眼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ここは天国よ。这一枪斩断了沙罗对于未婚夫的所有念想，将向往的幸福永远地留在了过去。然而，沙罗开了5枪，却只打中了1枪。不得不说，这个枪法的确有点水。随后，真木和有动贵文展开了激烈的对峙，只见双方纷纷从体内迸发出能量。双方大战一触即发。经过第一次变身作战之后，奈克斯特显然适应了战斗的感觉，并展现出了极强的战力。在几番交手之后，用蓄力的一脚直接将德万踢飞了出去。而就当奈克斯特再次发起攻击时，只见德万身体再次发出光芒，产生的能量直接使隧道开始坍塌，地上的老鼠似乎受到了召唤，纷纷聚集朝着德万身上爬去，并全部融入进了德万体内。随着德万的不断膨胀，德万再度进化了，身体直接来到了50米，整个隧道已经容不下这样的庞然大物。德万直接破开了天花板，冲出了地面。眼见如此恐怖庞大的怪兽出现，新宿市中心的人们陷入恐慌之中。
在士兵的指挥下，纷纷开始了逃难。此时奈克斯特也带着沙罗从隧道内跃出了地面。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座大厦在德万的破坏下已经开始了崩塌，但在大厦底下恰好有一对母女。就在崩塌的大厦将要掩埋这对母女之际，奈克斯特以迅雷之势冲了过去。在这对母女回过头之时，看到了极为震撼的一幕。奈克斯特完成了进化，青年形态下不仅皮肤变成了银色，身体的肌肉纹理也变成了红色，眼睛部分也比之前更加透亮。这对母女最终在士兵的带领下离开了现场，但没想到此刻一阵炮火突袭而来，大厦爆炸之后将奈克斯特包围在了火海之中。随着火海的散去，奈克斯特青年形态终于露出了他的完整身姿，身高已然达到了40米。在与德万相互对视后，两者的战斗终于再次打响。只见双方体型在变大之后，将巨物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短暂的交手之后，双方的战斗呈现出了势均力敌的趋势，但德万并不会顾忌什么东西，开始利用火焰弹来消耗奈克斯特。奈克斯特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重重击飞，为了躲避德万的火焰弹，奈克斯特一跃而起，以闪转腾挪的姿态躲避着攻击。只见其灵活的身姿穿梭于大厦之间，德万的火焰弹纷纷打空，奈克斯特彻底解锁了飞行技能。飛べる。俺はこの空を飛べる。眼见如此，德万再度开始了进化。在他的召唤之下，成群的乌鸦纷纷开始聚集，犹如一片黑潮，全都涌向了德万背后的触角。在一番融合之后，德万终于拥有了一对翅膀。随后，奈克斯特和德万展开了奥特史上最精彩的空战。双方在空中互相发射技能，但都用灵活的身姿躲避着对方的攻击。然而，德万开始不讲武德，发射火焰弹开始攻击地面的城市，城市在瞬间陷入了火海之中。奈克斯特为了保护城市，挡下了德万的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也正因为受到了火焰弹不断的攻击，奈克斯特的计时器开始闪烁，能量告急使身体带来的虚弱，使奈克斯特无法迅速对德万的攻击进行躲避。まだ力が。なぜだ。貴様は不完全な形で同化した。俺みたいに完全に人間を食っちまえばよかったもの。このバカが。在德万发射重重一击，再次命中奈克斯特后，奈克斯特已然来到了能量耗尽的边缘。これ以上の戦い。負けた二人が。俺が死んだら、君はどうなるんだ。おそらく、町と一緒に消滅するだろう。じゃあ、この悪魔。ダメだ。ここで落ちるなんて。ダメだ。俺には、守らなきゃならない約束がある。こいつを倒すこと。それが俺のラストミッションなんだ。在真木坚定的决心之下，奈克斯特重拾斗志，开启了反击之战。但这并不代表奈克斯特恢复了能量。在接连几拳命中德万后，德万似乎看准了奈克斯特的攻击，在躲过攻击之后，利用尾部将奈克斯特牢牢束缚住，并且开始吸取奈克斯特的能量。就在这关键时刻，多架战斗机飞驰而来，援助奈克斯特。接连的导弹纷纷命中德万，随后开始了与德万的攻防之战。而其中之一的驾驶员正是真木的好友昌岛。正是导弹的再次接连命中，使奈克斯特终于摆脱了德万的控制。
只见奈克斯特两侧走刀同时蓄力，两发光刃急速甩出，瞬间切断了德万的一对翅膀。失去翅膀的德万直接朝着地面坠去。随着德万的起身，奈克斯特也回到了地面，紧接着开始蓄力自己的最终一击——净化光流。夕阳之下，随着奈克斯特的净化光流的持续输出，德万终于来到了崩溃的边缘。只见德万最终化作了分子，随风飘散，但这并不代表着德万被彻底消灭。这些分子物质在后来成为了异生兽泛滥的起源，奈克瑟斯的故事也会就此开启。真木再次来到了和奈克斯特第一次遇见的空间之中，并和奈克斯特进行了最后的心灵对话。私は使命を果たすため君の命を。いいんだ。お前やっと分かったよ。君と出会ったことはきっと運命だったんだ。私というのは自分の乗る機体を選ぶことができない。もし乗った戦闘機が故障すればどんなに上が良くても命を落とすことになる。でも俺たちはそれを運命だと受け入れ空を飛んできた。君と出会って俺は最高のフルートができた。だから後悔はない。为了让真木继续活下去，奈克斯特将生命留给了真木，而自己化作了光，留在了遗迹之中，等待着下一位势能者的出现。1个月后，被破坏的星宿市区迎来了重建，而奈克斯特的战斗身姿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并给他取名为ウルトラマン。而真木也完成了和儿子继梦的约定。这个画面中，真木的妻子好像怀了2胎。整个故事在真木与儿子的欢声笑语中迎来了结束。纵观奈克斯特这部作品，它是一部极具野心的作品。虽然它的核心思想依然是子贡像的亲情主题，但它试图将奥特曼从儿童英雄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是回归其作为巨大未知生命体的原初魅力，用成人化的叙事去吸引其他年龄层的观众。虽然最终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正是这份在艺术与风格上开疆拓土的勇气，让它在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被誉为被忽视的优秀作品。当然，这部作品也为奈克瑟斯奠定了基调，不仅延伸了剧情，而且还将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印刻在了每一位奥迷的心中。票房和收视率固然重要，但给孩子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就是这几部作品的使命。